你不需要是股市高手，投资不是一种智商160的人打败智商130的人的游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交易思维培训室，我是老姜。当大家打开交易系统界面的时候，会面对很多的股票，也会面对很多的交易对象，是不是会有些迷茫呢？如果能快速选择一个正确的交易对象，肯定会事半功倍，至少会有以下几点好处：一、集中精力关注几个对象，提高效率；二、过滤无效信息；三、提高盈利能力。今天和大家说一下，在交易市场中怎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对象，也就是属于你的秋香。每天早上，当我打开自己的交易软件的时候，我大概会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选择我认为今天有交易机会的对象。当然，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不同，花的时间也不同。到后面会越来越熟练，时间也会越来越短。接下去，我把我选择的思路分享给大家，这些都是一个交易员基础的交易思维和每天都需要做的工作。有兴趣的也可以关注我的1元课程，学习更多的交易思维。由于我主要关注外汇市场，所以这里以外汇为例。当然，对于股票和期货市场，思路都是一样的。原则一：认清自己，做自己能做的事儿。这一点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却非常难做到。什么是认清自己？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能做什么，该做什么。可以根据几个方面的条件去判断：一、自己的本金有多少；二、持仓的周期有多久；三、是否有持仓的风险以及时间成本。比如有2个人，唐某虎和祝某山，他们的情况如下：唐某虎自有资金是500欧元，希望做日内交易，可以承担的最大风险为500欧元，希望快进快出，提高资金利用率，缩小时间成本。祝某山自有资金是5万欧元，日内交易和隔夜交易都行，可以承担的最大风险，比如说是1000欧元，时间成本不是考虑的重点。针对以上2个人，他们选择交易的品种就完全不一样。唐某虎明显只能选择日内交易有机会的品种，而祝某山可以选择长期持有的品种或者日内交易的品种。原则2：认清市场，做第一次筛选。将所有的交易对象分类，选择一类你熟悉的方向，专心强攻。在外汇市场里，有一个将交易对象按照是否与美元挂钩的分类方式，可以将交易品种大概分为美系交易品种和非美系品种，和股票里按照行业产业分类类似。这里有几个问题要弄明白：一、这个类别的特点是什么；二、这个类别适不适合我这样的交易者。回答第一个问题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，从以下几个维度可以参考。A、这个类别里的交易对象的活跃程度，换句话说，交易对象的波动是不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小？一般来说，但不绝对，非美的币种不稳定，波动幅度较大，而美系币种波动较小。B、交易对象的持仓成本，哪一个类别比较高？一般来说也不绝对，非美的币种开仓点差、持仓成本、隔夜费用都比美系品种要高一些。第二个问题回答前需要先把原则1里的问题搞清楚才行。说到这里，还是拿唐某虎、祝某山作为对象。对于偏好日内交易的唐某虎来说，波动较大的对象更适合他，而对于祝某山来说，可能要长期持有，所以成本更低的交易对象更适合他。原则3：做第2次筛选，选中你的秋香。当选择某一类对象交易后，剩下的就是对该类对象里的交易品种再去分类了。还是拿外汇举例，如果祝某山选择了只交易美系品种，那么美系品种中常用的货币对无非有以下：澳美、欧美、英镑对美元、新西兰币对美元、美元对加元、美元对日元、美元对瑞士法郎。这里有2种情况：情况一，你的精力足够充沛，那把上面所有的货币对都作为你要用的对象，每天筛选一次。情况二，这些美系品种的货币对中，各个货币对的波动及成本还是有所区别，并且你的精力并没有那么充沛，也没有那么熟练。当然可以用原则1和原则2再去筛选一遍，剩下你更喜欢的货币对，然后每天去关注。其实到这里你要做的事情已经非常简单了，就是对所有选择的交易对象进行技术分析的工作，选中你今天的秋香。通过常用的方法，很容易就能找出每一个货币对是否有交易机会，交易的机会是在哪个级别。也就是说，对于日内和非日内的唐某虎和祝某山来说，都能通过他缠论的方法一下子就找到今天的买点或者卖点。然后今天的工作就是针对你这个选中的秋香，盯紧它，交易它。交易不仅仅是交易，更是一门学问。关注我，了解掌握更多的交易思维。让我们开始交易吧。